王家，我已经在深圳找到了工作，一切都好。勿念，我最关心的是我弟。判决书下来了吗？学校里有李行科的消息吗？如有，请速来信告诉我。有重要的信件也请帮我转过来。我把地址给你，但请帮我保密。我抗议！我对你们的处理结果表示严正抗议。教育的力量在于启迪人心，可是你们启迪的是什么？这件事情一开始，你们就想把韩冰从这件事情里面摘出去，生怕影响他的远大前程，甚至还打算给他一个见义勇为的奖状。为什么？是不是受韩厅长的影响，攀附权贵，欺善怕恶，甚至连最基本的事实情况都没有搞清楚？这么做，你们有什么资格坐在这儿教书育人？我告诉你们，这件事情我不会善罢甘休，我要向上一级组织反映，告你们。孟副市长，你听我解释。这没有什么孟副市长，只有学生方婉之的家长。哎，干什么呢？嘘，婉之他爸来了，不愧是当领导的，有水平啊，骂的他们一句话都不敢说。哎呦，应该也快差不多了吧？啊。哎，王家，有人找你。孟副市长，你认识我？婉之给我看过您的照片。那看来我找对人了。美女，美女，对不起啊，来晚了。不好意思啊，走神了。哎，那谁呀？哦，你怎么看上去这么疲惫啊？可能睡得晚，但已经快适应了。你的手，没事。跟我回家吧。不行，签了劳务合同，不能走。我的女儿大学没读完，背井离乡做个打工妹，在这个工地的食堂里面帮厨。虽说工作是不分高低贵贱的，可是我的心里不是滋味啊。怪我这个做爸爸的太不称职，太失败了。之前的事情是我太急躁了，没有把事情所有的真相都了解清楚，就对你发了脾气。我错了，我正式跟你道歉。没有没有，该道歉的是我，是我给您添麻烦了。那件事怎么样？啊，我的辞职报告组织上没有批准，还是负责以前的工作。韩爽正在接受专案组的调查，你的那个录音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那邢克呢？判了3年，因为是刑事犯罪，所以学校不能保留他的学籍。我见了他一面。您去探视了？当然是他找我复合的，本小姐就没有认错的习惯。可以啊你。哎，方远之，你家亲戚在等你呢。亲戚啊，喏，在那儿。你好，这小姨，是我赵大志，啊，我是您二姐夫。哎，这小姨，这儿，我来介绍一下哈，这是我们村长，爷姓赵，哈哈，这是赵凯的大爷，啊，这是赵凯的三叔，民兵队长，也是个干部。你们好。小妹，这是新红肉，给孟副市长尝尝。这儿还有5斤鸡蛋，你别嫌小，我们村啊海拔高，这小是小了点，但是好吃啊！哎，好吃。你们都还没吃饭吧？几位慢用。哎，这也太丰盛了，实在是让你破费了。其实这次我们来呢，是有事想求你。我知道你有个女儿，她想找活干，这个忙我帮不了。不是，那为了赵俊，那我不自私了吗？就你这一门高端亲戚，不是为了我们大家伙的事儿，我哪能舍得脸来求你啊？对，是我们村的事。哎，你们不是神仙顶的。哎呀，怪我没解释清楚，他们是我那个村的，离神仙顶20里地。对。但是你们村的事找我干什么？你爸不是副市长吗？那哪是我们随随便便就能见的？找你，比找副市长方便些。可是，神仙顶啊，就因为你的关系，方校长从10年前就开始关注，啊，建了卫生所，还派了医生长期驻村，那可是顶了大用了。可我们村就不行，这不，他上个月，老隋家儿媳妇生小孩，赶上下大雨，把去乡里的路给冲垮了，可偏偏他又难产，结果娘俩都没了。我们呢也去打听了，县里边是有专款来解决村卫生所这个事儿，可是我们村又偏僻，朝中又无人，所以这不是来求小妹了吗？是。小叔叔，就是这么个事儿，你看能帮忙解决一下吗？哎，好好好，那我让他们去找你。哎，谢谢。你们去江陵找肖主任，他答应帮忙了。东西我不能要，我还有上课，先走了。这小姨，洗衣服去啊。婉芝，老家又来信了。那不是神仙顶的，好像是另一个村，还是村委会的。嚯，这村干部可真会夸人，都快把你说成观音菩萨了。他们村的确困难，我也算是做了一件好事。等等，赶紧去给孟副市长打电话去。为什么？感谢他呀，这闲事不是你给他找的。这不是闲事，我找的也不是他。你傻呀？肖主任敢迈过领导，私下替你办事儿？干脆别打电话，直接回玉县当面道谢加道歉，趁机修复感情。这也太刻意了吧！
过几天我妈无期，到时候五七的确是个好契机，在方校长的墓地当面向孟副市长道歉，事半功倍啊！你这话怎么听着这么别扭啊？哎呀，我在帮你出主意，当然用词正式一点吗？哎，你这大包小包的干什么呀？等我姐，回玉县。哎，等一下，火车票啊，硬座10几个小时的慢车，你想累死婉之啊？我们商量了，明天一早我送她回去。婉之这次回去纯属家事，我这个男朋友陪着很正常，你一个外人就没必要掺和了吧？你跟婉之怎么认识的？她跟我说了，像你这样的寒门学子，能考上这么好的大学不容易啊。一直姐啊姐的叫着，是想毕业分配沾孟副市长的光，挺有远见的。到时候要是孟副市长顾不上，我帮你也没问题。可你一个卖鱼的儿子，把婉之叫姐，影响的是孟副市长的形象，你想过没？我姐从来没这么说过我。韩冰，你怎么在这儿？我猜你要去火车站。你专门来送我？那还真不是，我是来接你参加我哥公司的酒会的，很高级的酒会，受邀者都是有点级别的。我现在哪有功夫参加酒会啊？一会儿我弟就来了，晚上的火车。我昨天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刚碰见李行客了，我让他把火车票退了。退？回玉县有我陪着，用不着他。他本来也不太情愿。他不情愿？不懂了吧？上坟伤运气，越是穷的人家越讲究这些事儿。哎，你可别问他啊，人家嘴上没说，是我看出来的。那你也不用送我，这次回去我先跟我爸把我们俩的关系说清楚，你们再见面。那可不行，我给未来岳父的礼物都选好了。送烟送酒对孟副市长来说就太俗了，这是最新出版的精装典藏版，全国限量1000套。这礼物准备的倒是挺用心的。火车啊，又累又脏，10几个小时，太受罪了。走，跟我去参加酒会，大吃一顿。明天早上5点钟出发，9点钟到玉县，什么都不耽误。来吧，请。这房子真漂亮啊！哎，这个先不用拿了，现在太唐突了，我爸不会要的。下回来玉县不一定有车了，搬着它坐火车得多沉啊！要不先存在你家，等我们结了婚，我当了女婿，再送给未来老丈人，还不行吗？好吧。那我等你通知了，拜拜。婉之，姥姥，回来了。哎呦，回来了，想死你了，我也想你。我爸呢？舒服。那我先把东西放了。哎。爸，哎，回来了。好。今天你肖叔叔听说你回来了，
还打算到车站去接你，是我拦住了，没让他去。啊，咱爷俩今天就走过去，看你妈妈。哎。 你的白头发都多，人老了，自然规律嘛，没什么。爸，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我也有好多话想要说，不着急，一会儿到了你妈那儿，咱们把想说的话都说出来，啊。 看你了，我之前惹爸生气了，是我的错，以后不会了。静瑜啊，在你走的那段时间，我和女儿的心情都不太好，所以我的态度也出了问题。今天就当着你的面，我跟女儿也道个歉，我错了。 都过去了，有什么话你就说吧。您先说。那也好。最近这段时间呀，神仙顶村的老乡，打着我亲戚的名义，到江林市各局各委的办公室要求办事的，4起。4起？对。到玉县政府的就更多了，每周有2、3拨人，他们打着老县长亲戚的名义，要求走后门。 要求给予特殊的照顾。他们怎么这样啊？之前他们找过我1次，我求了肖叔叔，但是就那1次。那件事你肖叔叔跟我说了，早在我当县长的时候就批过，但没有落实好，我心里面也挺愧疚的。我没想到会给你添这么多麻烦。也不能那么说，只是他们采取的方式让我很被动。 你应该告诉他们，最好通过乡镇一级政府等部门反映问题，或者信访向上反映，会更好。海咪说的对，他之前就劝我让我别去神仙顶，我没听他的。爸，对不起，我去神仙顶不是为了认亲，我就是想去看看。啊，这个我理解。 你刚才说的韩冰，那你跟他？哦，我跟他之前分手过，但是又复合了。哦，他人挺好的，是我们学校的学生会干部，文化造诣也高，组织能力强，对于很多事的观点也很成熟。哦，对了，他还一直督促我回玉县给你道歉，这次就是他找车送我回来的。哦，那我怎么没看到他？ 之前不是有误会吗？他不敢贸然来家里，说不礼貌。他想请你吃饭，在外面。你要是介意的话，我们请客就好。既然他在跟你处朋友，又到了玉县，那就应该回家吃饭嘛。但是他说于姥姥年纪大了，怕添麻烦。那听你这么说，这个年轻人应该还不错。嗯，也许是我对他误会了。 咋还不过去啊？啊，那上坟不都得大家一起吗？你看看孟副市长他们都没带贡品，这方校长爱吃的点心我都备齐了。啊，也许孟副市长和方婉之他们不想被打扰，我们还是等他们走了之后再去吧。你咋叫你嘴大名呢？咋回事啊？妈，你就别问了。 孟副市长呢？他晚半个小时来，让我们先吃。他答应来了，太好了！走走走。
甭说是半个小时，就是2个小时，我们也等啊。你跟孟副市长聊得怎么样？隔阂化解了吗？本来也没什么，一见面就没事了。这一点我想到了。村里建卫生所这么小的事情，孟副市长亲自协调，充分证明了你们的感情基础。婉芝啊，不过以后这样的傻事就不要再干了，浪费资源。好。今天是个好机会，我们得好好谋划谋划，为了你的未来，当然也是为了我们共同的未来，打好配合。都谁在家呢？给我整碗水。这半天跑的腿都跑断了。哎呦，来，正好喝我这个。喝这个，来，这气。哎呦，累坏了，这还惹了一肚子气，还。哟，咋了？他不回来了？嫂子，我眼拙啊，给你们家牵了头倔驴来。回头我把那猪头啊给你们家还回来。这门亲事啊，算我说瞎了。你看你。婶子，他怎么说的嘛？庆来呀，你是个男人，有个男人样啊，别跟女人一般见识，你就低个头服个软，把老婆接回来，这不就万事大吉了吗？那凭什么呀？哥，不能惯着，惯出毛病了都。哎呀，这哪儿都有你大人说话。哎，那2只鸡跑出来，你2个快去，把它逮回来，快去！去，赶快去！你俩弄进去，快去，赶紧出去！幸福咋说？幸福说了，说啥？幸福说了，要想还要他这个媳妇儿啊，就让庆来8抬大轿去抬去，要不的就在娘家住下了，让庆来看着办。对了，还说了，庆来要是个男人，就去找船家给他妹子讨个说法，讨来了呢，就不用8抬大轿抬了，他自己麻溜就回来了。这是原话。8抬大轿抬他，还要给他妹子讨说法，是，真反了他了，真是。真像我年轻时候的性子，这要一叫就回来，还怪了呢。大婶子，你听我的啊。能行吗？咋不行？能行。行，我试试。村民们，今年村里上来几组的村务汇报和财务报表已经在公示栏里贴出来了，大家这个南五贴着不是发了吗？啊，对，没错，是发了。我啥事？关于咱们这个保健民厂选址的这个事儿啊，我跟财良和几位村干部也讨论过几次，一直拿不定主意。后来我就想，原来咱们这个采石头的时候，当然当时也不懂环保这方面的事儿。就弄得乱七八糟的，这个我也想找绿化公司给绿化，问了一下，绿化得几百万。但我后来想，假如咱们在这会要开多长时间呢？选址就还要开一会儿，你在外面等一下，能够省着绿化费，说一下废地呢，好的，既能省着绿化费了，那还能废地能够生钱，是一举几得的事情。你们也大家琢磨谈谈意见，看看可不可行。这挺好，可以，是吧？挺好。最好咱们再抽个时间，到这个实地去考察一下子。要去别光咱们去了，我也联系几个专业的技术人员，到时候看看啊。对，船家得说到点儿上了。是。哎，船家，你预算都出来了吧？我这就回集团再落实一下。好，那这事儿都定了，然后就好好测算一下，写个报告给我。行，好嘞。哎，万书记，你等我呢？哎呦，我说大婶儿，我们船家这是早都结婚了，船也在城里，没有用得着你的地方了。哎呀，万书记，看你这话说的，那船家那亲不也是我给你说成的吗？你说什么事？我呀，是为王家的事儿来的，这不，因为闹婚的事儿啊。王家的媳妇儿回了门就不肯回来了，但这是他老王家家教不严呢，跟我说这个干什么？我儿子就为这个事儿去凑了个热闹，结果让他们家人打得头破血流的，我也没说什么呀。哎呀，谁说不是呢？王家呀也知道自己家媳妇儿闯下大祸了，这不
一家人商量了好几天，定了，这个媳妇儿啊，他们家不要了。不要了？这样的女人呐，不要就对了，进到家里也是个祸害。庆来他妈呀，打发庆来去找他，要去镇上闹离婚呢。巧了，让我给撞上了。哎呀，我说这事儿你们不能这么干呐！你说你这不声不响的把婚就离了，别人不知道的，还以为是闹婚的事造成的呢，是吧？你压根儿就不知道怎么回事嘛，是不是？哎，所以无论如何呀，得知会你一声，对吧？庆来他爸妈呀，没有脸来见你，知道我脸皮厚，就把我打发来了。我呀，就得好人做到底，送佛到西天。我领庆来去找幸福去，去镇上离婚去，啊！哎呀，要说这事儿啊，你也不用劝，劝也劝不住。你不是总说吗？有家才有村，家兴村才兴。就冲这媳妇儿也不能留。你说这要是进了门啊，是不是得把这一家搅得鸡犬不宁的？哎呀，说句不好听的，把咱万家庄搅得鸡犬不宁，那也说不定。那村里人是不是得有样学样啊？今天这家闹离婚，明天那家两口子打架。你说你好不容易把这万家庄是治理的和庆海晏的，让个小媳妇儿给搅和了，你说这犯不上啊？啊！老话说得好啊，男不和女斗，鸡不和狗斗。你听我的，你这么大岁数，你犯不着和一个小媳妇斗气，是不是？我来呢，知会你一声，我回去呢给王家回个话啊。这老两口还在犹豫呢，我回去跟他们说，不要犹豫了，书记同意了，这婚必须得离，是吧？大婶啊，哎呀，人都长这一张嘴，要不怎么说你这张嘴能挣着钱呢？有道理。我管理万家庄，讲究的是家文化。他老王家能够意识到这一点，很好。家和万事兴嘛。娶进门来一个不守规矩的媳妇儿，想休了，用不着我这个当书记的开证明吧？不是想离婚吗？那就离呀。结婚自由，离婚也自由。我管天管地，管不着人家休媳妇儿。你回去告诉老王家，想结想离，这是他们家的私事，村委会管不着，我也没这个闲工夫。不是，万书记啊，哎呦，啥？我可是全按照你教我的那么说的呀。那你看，书记没上套，你这倒好，弄假成真了还。你说你这婆娘就是能不够，净出这馊主意。现在要是不离吧，你不糊弄领导吗？那要是离了呢？那我们家彩礼怎么办呢？还有，办婚礼的开销，这不全打水漂了吗？婚床还没捂热呢就离婚，你这庆来还怎么做人呢？这不成了笑话了吗？你让孩子的话成不成心了？你说不对呀。那万书记大会小会不都说家和万事兴，家和万事兴吗？啊，那村上好几对要离婚的，不都让他和好了吗？那咋到我家的？哎，大婶子，要不然那个再劳烦你跑一趟，你跟我家那不懂事的媳妇说一下，你说他要是再不回来，那我家不想离，那也得离了。可是啊。喂，大勋，你这些天干嘛呢？怎么都不理我，怎么都不接我电话？你是不是还在生我气啊？别生气了，好不好？是幸运吧？我是大勋的妈妈。阿姨，大勋呢？姑娘，有些话大勋说不出口。我帮他说，你是个很优秀的孩子，但是你
跟他不合适的，不如趁现在就早点分开，互相都别耽误。阿姨，大勋在哪儿？让他亲口跟我说。大勋来嘛，那也是这些话呀。姑娘，有些话我们不说破，那是给你留面子。面子？我要什么面子呀，阿姨？我现在已经没有脸了，我不想要这些，你就告诉我为什么？你真的不懂吗？那你的事情啊，我们都知道了。你知道的，我们家亲戚朋友很多的，那身份也都不大一样。要是以后这个事情传出去的话，那我们在亲戚当中不好做人的呀。你跟大勋啊，就到此为止吧。这辣椒有点呛啊，今天。来，师傅，把这个拿。新月，吃饭了。新月，咋又喝上了？姐知道你难受，但你老这么喝酒糟践自己，也不是个事儿啊。别哭了，哎呀，别哭了，啊！大勋，大勋不要我。为啥？我电话里听到了我被那帮混蛋，他觉得丢脸。啥？你被人欺负了，他还这么想啊？他觉得我被人摸了，他觉得我脏了。这你知道那一刻我什么感觉吗？我就像一把刀插在了我心上。在这件事之前，我们两个真的很好。他还跟我说过，他会带我去见他父母，他会跟我结婚，他会永远跟我在一起。他让他妈妈给我打电话，他妈跟我说，他们家的亲戚有很多，他不想让他们丢脸。你知道吗？那一刻我突然间觉得，不管我怎么努力，不管我怎么优秀，在他们眼里我都是低他们一等的，我们不平等，你知道吗？姐供你读大学，可不是让你这么想的。他们出生就是天上的凤凰，可我呢？他们越是瞧不起咱们，咱们越要好好活着。清月，我都可以被一个村书记的儿子随意侮辱，他们对我一点歉意都没有，我算什么呀？我觉得我什么都没有了。来了，婶子，你来了，那进来说吧。啊，啥意思？就这意思。幸福啊，你就听婶儿一句话吧，妈溜跟婶儿回去啊。
有什么事儿啊，回到他们家再说。你要真不回去啊，我怕这婚呐真要离了。那这么说，他家就不想要我这个媳妇儿了呗？不是他们家不想要了，是人家不敢要了。大婶子，哎，你说咱姐妹这交情，那是亲姐妹的交情，是不是？哎呀，是。你跟我撂句实话，他们家是真动了离婚的心思了，还是给我耍心眼子呢？我就实话跟你说了吧，王家呀，因为你们家幸运的事儿啊，彻底把书记给得罪了。这回呀，是真动了离婚的念头了。幸福啊，你快别做饭了，赶紧收拾东西，这就跟着你婶子回万家庄去啊！对。幸福，婶子，哎，麻烦你转告一下我婆家，他们的想法我可以理解，但是他们这个做法我不赞同。人不管走到哪都得讲理吧，不管是什么人，官大官小的。我妹子的事儿，他们不敢要说法没关系，但是我不怕。如果要是真因为这事儿，他们王家就不要我这个媳妇儿了，那我也认了。哎，幸福，哎呦，这字怎么就说不通呢？你说脾气，你说真是。这怎么办？你吃了饭再走呗。哪还有心思吃饭了？不吃了。哎呀，大婶子啊，那咱可说好了啊，既然是男方提出来要离婚，最后真离了，那彩礼我们可不退了啊。哎呀，这都是后话，完再说吧。啊，走了。哎，这一天天，哎呀。姐，妈，我姐呢？你姐不是在屋里呢吗？没有啊。没有？嗯。幸福，没在。幸福，坏了，他肯定是回去了。什么呀？
快给你姐打电话。喂，姐，你上哪儿去了？去万家庄，去给你要说法去。姐，你别去了，我不想要什么说法。幸运，有什么话等姐回去再说。你说怎么就这么倔？你说，商量都不商量，他这是不想过了，他这。妈，姐真的要离婚吗？幸运，这事儿你到底是怎么想的呀？不知道。你怎么还不知道啊？你姐这都是为了你，你不知道啊？啊？咱们这个家，包括你，怎么有的今天，你心里最清楚啊！为了供你上学，你姐到初中她就不读书了，直到你大学毕业她才出嫁。这好不容易找了个好婆家，这刚一过门就闹这么一出。哎呦，你说要为了这个事儿把她婚给搅黄了，这可怎么办呢？你说，幸运，你心里头过意得去啊？啊？妈，你这是什么意思啊？幸运，你和你姐都是妈身上掉下的肉。手心手背妈都疼啊！但是事情已经到这步了，就算你姐让他们道歉了，又能怎么样？认了吧。这就是咱们这种人家的命，受了气，往肚里咽。好好的啊，我的闺女，妈相信你。一定会好好的。万书记，王爷的新媳妇来找你。这到底还是来了，叫他进来。好。万书记。你又是来找我要说法的？是。我听说为此事，你婆婆已经不打算要你这个刚进门的儿媳妇了，是真的吗？是真的。那你为什么还来呀？因为我妹受到了伤害，她天天觉得自己身上有味儿，一天洗好几回澡，那身上都搓红了。男朋友因为这事儿跟她分手了，她现在情绪很低落。这么严重？这要是换成您闺女，衣服都被人扒烂了，然后身上被摸个遍，您怎么想？这个混蛋！书记，
这不叫闹婚，这叫耍流氓。那我必须得要个说法。他们老王家不敢要说法，那是因为您是书记，您是领导。但是我不怕，就是因为您是书记，您是领导，那是领导更应该讲道理才对。那我要不给你这说法呢？那我就往上告。要是我给了你这说法，你还离婚吗？那就要看婆家的意思了。我不想离婚，但是为了这个理儿，非要离，我也认了。可见着你媳妇了？没见着，听村委会的人说已经走了。走了？哎，回村不回家，那他回来干什么？是不是真的回来了？别是杠子拿你寻开心的吧？没有，我也见着会计了。他说幸福去见那个万书记，说完话就走了，千真万确。看来你这个媳妇是铁了心了，为她娘家妹子的事啥都不管不顾了。她宁可不要这个家，也非去要个说法。你可得早点有个心理准备。妈，我没准备，我也不想准备，我不想离婚。如果这门亲事就这么散了，你得把彩礼钱给我退回来。张总发来的合同你看了吗？看了。觉得怎么样啊？你觉得呢？这个保健品厂啊，既然要建在万家庄，就得冠咱们万家庄的名头。那要打咱们万家庄的牌呢，咱们万家集团就得占大股份。这样以后在运营的过程里，咱才有话语权。要是这样的话，这投资要比预计多了。多新鲜呀！投的多，占的股份多，以后挣的还多呢。这小子最喜欢挑头，就把你啊忒嫩，挑不起来。那没事啊，这天塌下来先砸个儿大的，这不是有你给我把关保驾的吗？这油嘴滑舌。要不这样吧，明天啊，让蔡良叫上村委会的干部，到公司的会议室开个会，大家一块议议。行啊，那我一会儿就通知他们。开完了会呢，你去趟有德他们家，干嘛？给幸福的妹妹赔个礼，认个不是啊。怎么了？什么怎么了？我跟他道歉，我不去，我丢不起那人。他给船家头上打那么大一口子，到现在还疼呢。当时没让保安队给他拉出去打一顿就够让他了，还给他道歉，混账话！出去啊！你把人家给闹得不成个样子，道个歉怎么了？又不能掉块肉。他下手再重点儿，就不是掉块肉的事儿了，我这小命都没了。人家不是给你赔了不是的吗？你怎么就不能给人家赔个不是啊？一句话的事儿，这还真不是赔不赔礼的事儿。我那不是喝高了吗？我又不是故意的。再说，我现在好歹是集团的总经理，手下管着700-800人呢，工作中难免有个磕磕碰碰的时候。因为这么点破事儿，我就服软道歉，那以后工作的时候呢，我是不是遇到事儿我跟谁都得服软道歉啊？那我还有什么威信？我管别人，我说话谁还听啊？爸，这闹婚自古就有，又不是从我这儿开的头，谁家结婚不闹啊？对吧？那不是他王有德家啊请我求着我去闹的吗？你是大白哥，谁闹又轮不到你闹。再说了，
你们闹得也太过了呀！有你们那么闹的吗？把人衣裳都给撕了。还乐，人家好歹是个女大学生，还没嫁人呢。她嫁了人，谁还闹她呀？我意思是说，就算我闹得有点过头了，对吧？那她姐把我打了呀，我淌一脸血，我不也认了吗？我没让人找她麻烦呀。可是人家给你道歉了呀。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什么呀？啊，怎么着？我摸了他妹妹两下，他妹妹才不会掉块肉呢。啊，他砸了我，打了我，他还吃亏了他。退一步海阔天空啊！你自己看吧。那他们家忍一步还能风平浪静呢？我不去啊！那胳膊肘天天往外拐。星月，星月。妈，哎，妈，幸运呢？我看她东西都不见了。你妹妹回城里了。啊？给你留了封信。这丫头搞什么鬼？姐，我走了。无论你去找他们的结果是什么，我都不在乎了。行，总之，我被那帮流氓害了，再也回不到从前了。大勋也离开我，我认命了。但不能再让这件事害了你们，再这样下去，你的日子也过不好。我不希望看到事情变成这样，就让这件事到此为止吧。我去城里找工作，再也不回来了。等我在城里扎下根，接你和妈进城过好日子，我会记着咱爸临走前说的话，日子要好好过，使劲儿过。姐，你也要好好过，使劲儿过啊！我走了，希望咱们一切都好。算了，别打了。您说他这是干嘛呀？我都已经跟万书记说好了，万书记答应我会给我们一个说法的。哎呀，我的闺女，就别要说法了啊！你要知道，幸运走，他就是为你着想，他不想因为自己的事儿，把你好端端的婚事给毁了。得，你们俩的事儿，你们自己说吧。金华，我来接你回家，过去的事儿就算了吧。啥就算了？你不是想离婚吗？我就是不想才来接你的呀。你不是去找那个万书记了吗？嗯，书记会给你说法吗？万书记答应会给我一个说法。不可能的。这有啥不可能的？你等着瞧吧。你先回去吧。发财。
万书记遛弯呢。等我点炮是吧？我跟你说，冠才点炮了，我才不点炮。哎，书记啊，吃饭了吗？万书记，没玩钱吧？没人。我玩钱我就踢你。玩吧。好。9万，寄给我。今天然后大家过来开个会啊，咱们主要是议论一下关于建保健品厂的事情，这是正事儿。但是说正事儿之前，我先说个别的事儿。大家都知道，前些天王永德他们家娶媳妇儿，很多人去闹婚，闹得有点过搞得很不愉快。当然了，闹婚呢，这是一个自古以来的一个传统习俗，但是传统习俗也有好有坏。我的意见呢是，好的咱们就要坚持，不好的就要把它剔除，移风易俗。所以我提议呢，从现在开始，不管是谁家，娶媳妇儿嫁闺女都不许再闹婚。大家有意见吗？你们能不能明确个表态？有没有意见对这个事儿啊？移风易俗啊？没什么意见没意见哈。那行，那小林，去找村委会，让他们起草个告示贴出去。好嘞，王总，我现在就去。好，下面说正事啊，这个关于建保健品厂的事儿吧，我想合同还有什么贷款的协议，各位都看了，说说你们的意见。蔡良，要不你先说？我想的也不太透彻，那我就抛砖引玉。首先呢，我同意传家说的这个占大股这个提议毕竟这个厂子是在咱们万家庄的地界上不打咱们万家的品牌，那说出去不好听。但是要是占大股的话，那就意味着咱们的这个投资肯定要比咱们预期的要大得多了我说这话也不是说咱们村里头出不起这个钱，但问题是，等这个厂子建成投产以后，这个产品一上市，总得打下市场吧？到时候销售什么宣传广告这些个费用，这是一个无底洞那厂子效益好的话，能把这个洞填平了。它万一要是不好的，是不是咱们前期投入这么多，不能全打了水漂吧？另外一个就是咱们万家庄，这也是远近闻名的这个明星村、富裕村了。这万一到时候这闹的这个名声咱保不住了，该怎么办？你刚才说这话，是你个人的意思呀，还是你们大家伙都商量完了集体的意思呀？这前怕狼后怕虎的，还做什么事儿啊？我就想不明白了你们以前上山采石头送食材的时候，吃不起饭，连路都没有，还不是趟出来了？哎，怎么着？现在安逸了，生活条件好了，胆子没了？现在国家经济发展了，人们的日子好过了，那他们需要什么呀？不就想着能健康长寿吗？你说现在逢年过节，赶个周末，大家串个门，走个亲戚，访个朋友，谁还左手一只鸡，右手一只鸭呀？不都提着保健品吗？盒子漂亮，有面子，也实用啊。市场上那么多保健品，哪个卖的不火呀？万总我们就是有些担心，现在这个保健品市场上，产品种类太多了，咱们要是再做一个扔进去，这不显山不漏水的，这万一卖不动，赔了钱怎么办？这么大的投入这事儿都没干呢，就先想赔钱的事儿了，不显山不漏水，那就把它做得显山漏水，是不是？包装搞得好一点，东西内容做得好一点，北方卖不了有南方，城里卖不了卖农村，怎么可能卖不出去呢？为什么想做这个保健品厂还不是每次开会你们都在那念叨，瓷砖厂、建材厂现在生意越来越难做了，挣不着钱了，那才说咱们弄一个保健品厂，让集团转型，对吧？要照你们这么说，啥也别干，混吃等死算了。干什么呢？有话好好说嘛，这不大家一块商量的吗？
什么态度啊？这是？书记，船家说的也不是没有道理，反正伸头也是一刀，缩头也是一刀。大家的意思就是说，先把这个困难呀都想到了，这样等困难真来的时候，不至于措手不及嘛。未雨绸缪，是吧？困难肯定是有的，是吧？但是大家咱们呢，不能被困难吓倒。过去咱们没钱的时候、穷的时候，咱们都走过来了。哎，眼下这点事儿，怎么可能走不过去呢？船家着急，这个心情可以理解，这态度是吧？要注意，是吧？咱万家庄应该说在县里、市里都算是明星村、富裕村，可是要把咱们放到全国、全省，咱就啥都不是，不能够现在就老婆孩子热炕头。万家庄的好日子还在后头，所以还需要大家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加油干！放心吧，万书记，你拍板指路，我们大伙儿跟着啊，不含糊。既然都没有什么意见了，那这个事儿咱就这么定了。好吧。您好，您好，我是之前联系过想来租房子的啊，是您啊，快进来啊，谢谢。用换鞋吗？啊，不用了，里面看一下吧。这间是厨房，公用的。哦。再往前的话是一间卫生间，也是公用的。刚好我们现在有2个房间在出租，朝南的是900块1个月，这间朝西的800一个月。这么小要800块啊？是的。能不能稍微便宜点啊？因为我刚毕业还没找到工作。不好意思，小姑娘，这个是市场价，就这样。行吧，那我就要这间吧。